各位领导好，各位老师好。我们下面简单的介绍一下微晶控制的产品。先介绍一下这个几个典型的应用场合。这个是中国国内最大的香格里拉酒店，采用了我们 MP 微晶的调光模块。MP 微晶系统在国内一些5星级酒店的公共区域的调光方面得到了比较成功的应用。这个是酒店客房的应用，插卡取电啊，然后请勿打扰清扫 SOS，还有空调的控制、电动窗帘的控制，这个都是常规的。这个是在城市夜景灯光方面的应用，这个我们做了一个是赣州市南康区整个区域的夜景灯光的控制，它是10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几百个控制箱，这个整个项目灯具差不多1个多亿，这个整个这个区的所有的灯光，夜景灯光全部通过云端的服务器，通过4G 来统一控制的。MP 微晶的系统在一些商业场所，包括这个精英的商场，万达广场啊，还有一个国内差不多是最大的商场的一个，以前是最大的一个商场，就是宁波的罗蒙环球城，后来被英泰收购，就是英泰中心，这个整个商场的一个控制系统，这个项目差不多有500多个回路吧，500多个模块，几千个回路。这个是在国家体育总局的，一个是游泳馆、体操馆、排球馆的一些应用的，实际应用。这个是用在这个上海奉贤中学这个教室的一栋教室楼的改造，灯光改造，就是用我们的智能面板替代原先的普通的跷跷板，实现灯光的一个统一的控制，本地控制，就是教室里面的控制，然后在总控机房里面可以统一控制所有的整栋教学楼的灯光，实现一个定时控制和场景控制。这个是智能家居系统的一个应用，我们在无锡融创地产呃做了2000户的智能灯光的控制。当然，这个智能家居里面有灯光、窗帘、VRV 空调、家庭影院等等。工程方面，我们是以有线系统为主。有线系统就是设备和设备之间、模块和模块之间采用这个屏蔽网络线，或者是 RVSP 这个2乘1.5，通过有线的方式来传输这个通讯的信号，这个是比较稳定的一种做法。像我们做的一些酒店的或者是办公楼的项目，已经使用了10多年，还在使用，都是正常的使用。这个是整个的一个网络图，就是我的模块呀，这个之间怎么连接，呃，整个一个网络图。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规模，整个的规模是可以支持6万多个智能模块，传输速率是9600，这是不特例了。每一根网络线的这个就是单个子网的网线长度是1200米，理论上1200米。模块的内置是256个场景，这是整个的一个网络分布的。这个是大的调光箱，在以前的这个酒店，工区用的比较多，可光轨调光的，有6路、12路，每路可以有10安培、20安培。
这些规格。这个是4路10A、4路5A和8路5A的，也是可控硅调光的，我们叫相控调光，调光相。这个也是相控调光轨道式模块，这个是前沿和后沿都能，一个能自动识别的，都能支持的这样一个调光模块，是功能比较强的一个模块。这个轨道式的调光模块也是可控硅的调光模块，可控硅就是只有前沿，只支持前沿的相控调光。这个是4路的调光模块。我们另外还有8路调光模块，8路的可控硅的调光模块。这个是4路的0到10伏调光模块，每个回路既有220的强电的通断，也有0到10伏的调光信号。这个是我们的继电器模块，有4个回路、8回路和12回路3个规格，每个回路都是采用的是50A的磁保持继电器。采用这种继电器的好处就是它平时线圈是不用带电的，它会通过机械的方式能够自我保持，所以叫磁保持。它线圈不发热，给它的实际上是脉冲信号。然后每一个回路用的是50A的继电器，所以它这个每一路直接带负载可以是1800瓦，直接带负载。超过1800瓦，我们是建议采用交流接触器。然后这个是每一个回路都独立的，就是像12回路模块，就是12路进，12路出，可以是不同的相位，可以是3相，就是可以是 ABC 进线，就是不同的相位进线。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带有电流检测模块的继电器模块，就是它可以检测每一个输出回路上面的当前的电流值是多少。它的这个检测精度可以达到1%，就是国家的这个电表的1级电表的那个精度。这个是我们以前的一个6键控制面板的一个样式。这个是现在用的比较多的八键控制面板的样子。这个中间的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无线的这个窗口，实际上是个无线的内置无线蓝牙的功能，可以跟电脑这个蓝牙调试工具之间可以自动握手，就是自动建立连接。这样的话，笔记本电脑到现场之后就可以直接写程序，不需要去做一些接线的工作。这个是另一个款式的8键面板的样式。触摸屏7寸触摸屏，两种，左边是一个金属的外壳的7寸触摸屏，然后它的底盒是定制的，是跟触摸屏一起提供的定制定制底盒。然后右边这个触摸屏也是7寸的，它它的底盒是标准的86预埋底盒。我们这个还有除了有线系统以外，还有无线系统。无线系统也已经在一些项目上，呃，特别是一些车库的这个雷达探头上面用的比较多。呃，它可以和有线系统可以无线融合，就是无线集成，相互之间是通的。我们实际上采用的是Zigbee 无线协议。Zigbee 这个协议是目前来说无线协议当中是差不多算是最稳定的一种协议。这个是我们的无线 Zigbee 这个无线系统的一个特点，因为我们不是采用的一个公开的 Zigbee 3.0的这个通用协议，而是采用了这个自己定义了一些功能，所以它这里面有很多功能，是
目前市面上其他的无线系统厂家比较难实现的，比如说我们不需要主机，我们这个任意两个无线面板之间可以直接通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在11到26这个信道无线信道之间可以切换，避免和 WiFi 信号的这个冲突。然后我们可以在每一个 Zigbee 设备里面，我们都有128个场景，是可以直接调用，通过场景调用的方式来控制灯光场景，灯光的效果。这个也是比较独特的一些做法。这个是我们的无线的单火线的调光面板，单火线就是只有火线进，然后三路输出就是三路火线输出，直接进行调光。这个是零火线的调光面板，就是比刚才那个多了一个零线，就是同时火线、零线同时进。当然有零线火线这个肯定是更稳定的，因为单火线的话，它那个要看灯具的类型，不是所有的灯具都能支持。有些灯具可以直接用单火线调光面板，有些灯具呢不能直接用，还要加一些其他的设备才能用单火线面板。这个是我们的零火线径线的继电器面板，就是径线是火线和零线，出线是三路火线输出，这是继电器面板。这个是在无锡融创这个地产项目上得到了大量的应用，用了几千个。这个是无线的窗帘马达的一个控制模块，是直接可以放在窗帘旁边的，也是 Zigbee 的。这样的话，我们的无线面板直接就可以通过无线方式来控制窗帘马达的正转、反转、停止，就可以。这个是智能家居的这个主机，采用的是 Linux 操作系统，里面的一些程序呢是我们一些定制的程序。这个是无线的雷达传感器，就是需要比较灵敏的探测的情况下，我们一般采用雷达传感器，呃，或者有些稍微遮挡的情况下，我们会采用一些雷达，因为雷达有穿透性，而不是采用那个红外动静传感器。这个我们在陕西政府的一些地下车库项目，得到了比较好的应用。这个实际上是无源无线面板，就是它里面没有电池，也不需要供电，它可以直接贴在墙上，或者作为一个遥控器一样的。它是利用人的手指按下按键的这个瞬间发电，就能够让这个无线信号发射出去，让这个接收的模块能够执行无线这个控制命令。各位老师好，这一部分我们主要是围绕体育场馆的照明控制系统，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主要是分几个方面。第一个是体育场馆所遇到的不同的控制要求，有的是只需要开关控制，有些是需要调光。那么调光也有0到10伏调光方式、DMX 调光方式，还有打理调光等。第二部分主要是就是触摸屏的一个页面的显示，或者是电脑软件的一个功能。第三部分是有些体育场馆需要 iPad 或者手机 APP 的无线远程控制，遇到这种需求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第四部分是具体的，有些是改造的项目，特别是一些高杆的球场的改造，这种特殊的改造项目，用什么比较好的方案？
第五部分是现在很多体育场馆除了正常的比赛以外，它还有一些就是比赛之前的或者比赛结束之后会进行一些舞台秀。那么这些舞台秀是除了灯光以外，还需要一个声光电的联动，就是灯光的变化效果和这个音乐的节奏，以及这个体育场馆的这个大的显示屏的上面的视频内容，这些都是要互动的。就是碰到这种需求，我们应该是怎么实现的？最后一点就是，除了我们自己的这套系统以外，整个体育场馆它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叫体育工艺，它实际上是一个总的，包括一些售票系统啊，一些这个日常的安排啊，这些整个是一套大系统。那么我们的这套系统是怎么跟上层系统怎么样集成？这也是也会讲一下。最简单的开关控制方式，这是最简单的。开关控制方式它这个能够实现一个开和关的控制，实际上是通过继电器来完成的。它是控制到整个回路，就是一个回路上面它会接几个灯或者是几十个灯，当然取决于这个灯的瓦数。像有些体育场馆的，它的功率可能会达到600瓦，甚至800瓦、900瓦、1000多瓦。那每一个继电器它能够带多少功率，它实际上是取决于这个模块里面采用的继电器的参数。那我们一般按照实际的使用的这个经验是建议每一个继电器，或者我们叫每一个输出回路吧，它最大如果是直接带负载的话，是不超过1800瓦。也就是说，1800瓦以下可以直接带，超过1800瓦以上的这个负载，建议是加交流接触器。那么除了这个继电器模块以外，它还有触摸屏或者是控制面板。那么触摸屏和控制面板跟这个模块之间，模块一般是放在配电箱里面。那么触摸屏和控制面板之间是通过网络线或者是带屏蔽的网络线连接，两根线，实际上只要两芯线就可以了。这个通讯两芯线。那么控制面板里面它是就每一个模块里面它是有256个可以编辑的场景，当然实际使用的时候不需要这么多了，但是可以存256个场景。那么根据需要，我这个控制面板或者是我那个触摸屏，我可以从这个256个场景里面可以任意调用某一个场景，把这个场景的指令发送给这个模块。那么模块收到指令以后，它就会执行。每一个场景呢，实际上就是一个，比方这个模块12个回路，那每一个场景就是一个12个回路的通段的组合。比方说，我全开也是一个场景，全关也是一个场景，或者有的开有的关，这就是一个场景。那这个模块呢，就是除了它能够远程控制，通过触摸屏或者是控制面板远程控制以外，这个模块本身它还有一个手动功能，就是模块这个表面上那个黑色的那个手柄是可以手动来操作的。这就保证了就是即使是网络线有问题或者是控制面板有问题的情况下，你可以手动操作这个手柄，能够让这个回路能够亮起来，就不影响这个比赛。当然，这个模块本身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实际上是可以切换的。它除了这个支持我们这个 MP bus，实际上是基于485的一个总线了，MP 的这个微晶总线以外，它还支持标准的 DMX512的协议。所以这款模块我们用在一些这个户外的夜景灯光上面也会用的比较多。就是夜景灯光它可能整个上层系统它是有一个DMX 的控制的一套系统，那么我们这个模块直接就可以介入，呃，都是标准的512协议。
这张图实际上就展现了这个从控制面板到模块到配电箱里面的模块具体是怎么接线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需要有一个就是下面的这个是开关电源，这个是开关电源，实际上是提供一个12伏电压给模块，然后给面板，你面板也需要供电嘛。那么面板和模块之间这个蓝色的和黑色的线，这个就是信号线，就总线，我们叫总线。蓝色的是信号正，黑色的是信号负。你看，这个是我们这种联系方式，我们叫手拉手，就是不分叉，从上一个到下一个手拉手，也叫菊花链。这个是标准的一个485的或者 DMX 的一种连接的一个标准做法。这个红色线和这个绿色的线，这个粗线，这个就是供电的12伏供电的这个线。这个0到10伏或者1到10伏的调光，这个是调光里面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一种方式。0到10伏呢，这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模拟的电压，模拟量的电压的模拟量，通过这个电压的这个变化来提供信号给这个灯上面的驱动器。你看上面这个就是灯上面的驱动器，下面是模块，是0到10伏调光模块。这个0到10伏调光模块相对于刚才的那个开关模块来说，呃，既有刚才那个开关模块的功能，你看它左边4个回路，也有操作手柄，也有通段，就是也是能够进行强电的同和段的控制。除了这个以外，它还有一个调光功能。这个右上方的这个就是调光的0到10伏调光信号的输出。这个调光信号输出就给这个灯具上面的调光驱动器的一个调光信号正 DIM 正和调光信号负 DIM 负，这个信号给到这个灯上的驱动器，这个调光驱动器就会把这个相应的这个输出 LED 正和 LED 负这个信号就到灯里面的灯珠，就驱动这个灯的光源了。就产生了个调光的效果。当然，它实际的输出这个 LED 正、LED 负，它实际还是一个 PWM 的一个调光方式啊。这种0到10伏的调光呢，也是一个控制的回路，就是一个回路上面会有很多灯，这些灯是同时的亮暗，同一个亮度。它不是控制到单灯的做法，是控制一组灯的做法。那么在划分回路的时候，也是考虑两种。第一个就是强电的，每一个输出回路的这个继电器直接带负载是不超过1800瓦，如果超过1800瓦，就需要加交流接触器。第二个就是那个调光信号，调光模块的输出的0到10伏调光信号，它也有这个驱动能力。我们是每一个输出的0到10伏的调光信号，比方我第一个回路的0到10伏的调光信号输出，它的驱动能力是50毫安。50毫安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一般的0到10伏的驱动器，它的一般是0点几毫安。达利的驱动器它一般是最多是1到2毫安。也就是说，你每一个回路，这个0到10伏的信号，基本上你能够驱动20几个，或者是100个都有可能。当然，具体要看这个灯上面的这个驱动器的这个0到10伏端的这个参数。那么这个0到10伏的调光模块，它也是支持256个场景。这个手柄也是可以手动切换的，可以强制开灯关灯的。这个下面右下角的这个4个按钮是对应这个4个回路，通过这个按钮持续按住这个按钮就可以调亮或者调暗这个回路的灯的亮度。那么这个模块也是支持AMP 微晶总线，就是基于485的 AMP 微晶总线。也可以支持 DMX 512的标准协议。
这个是出厂之前设定好。现在体育场馆对灯光的需求会越来越高。以前的体育场馆大多是采用开关控制，现在呢很多都采用调光，而且是要求是单灯调光，就是控制的每一个灯。那这个时候呢，采用 DMX 的这个方式就比较合适，就是每一个灯上面它的驱动器或者叫它电箱了，都是有一个 DMX 地址。那我可以通过发 DMX 信号，让每一个灯可以不同的亮度。但是 DMX 呢，它本身也有一个缺点，就是它只能发送控制信号，它不能查询这个灯具的具体亮度，它没有反馈。划分回路呢也是要考虑两种，因为每一个灯做 DMX 控制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同时还是有一个继电器模块来给这个灯供电，来进行通断。所以划分回路的时候也是要考虑强电的220的这部分，也是每一个输出回路不超过1800瓦，超过1800瓦以后要加交流接触器。那 DMX 控制呢，它主要考虑这个 DMX 信号，因为 DMX 的本身的速率比较高，它可以达到50K bps 了，就是每秒这个50K。那它因为速度很快，所以它的传输距离就不会太远。所以一般实际做项目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根据经验是要求，从我的这个控制模块到最远的灯，一般是最好能控制在100米之内。当然，你有些150米也可以。第二个就是我们按照实际经验，我们每一个 DMX 的这个信号线上面，我们最多是15个灯具。当然，具体要看每一个厂家的驱动器的这个性能和参数啊。我们的这个 DMX 控制模块呢，就是图片上面的这个叫 MP-DMX96。在每一个模块，它可以支持240个DMX 地址。也可以简单的理解，就是说我每一个灯是一个 DMX 地址的话，从信号的角度讲，我可以带240个灯。除了这个 DMX 控制模块之外啊，当然也有控制面板啊、触摸屏啊这些。那么控制面板也是发送这个场景、调用场景。如果是既希望通过 DMX 来控制，然后同时呢又想获得这个每一个灯的具体的它的这个亮度值，那么我们就还需要一个除了 DMX 协议之外，同时还需要一个 RDM 协议，就是要求每一个灯具上的驱动器除了 DMX 支持 DMX 协议以外，还要支持 RDM 协议。当然，控制模块也是要同时支持这两种协议。这个就是展现，就是我的 DMX 控制模块 MP-DMX96，我可以支持240个地址。但是呢，刚才也说了，每一个 DMX 控制线或者信号线上面最多15个灯。那这两个这不是有矛盾吗？那我就可以通过 DMX 分配器，或者叫分支器，或者叫信号放大器吧，这个叫 DA，中间这个 DA 就是我可以把这个我的 DMX 控制模块的这个 DMX 信号，把它再1分2、2分4，可以分成多个分支。那么每一个分支上面我可以带15个灯。那这里是2个 DA，每一个 DA 有2个分支，那么2个 DA 呢就是4个分支，这样可以支持60个灯，就是这是60个 DMX 地址了。这个实际上是一个 DMX 信号本身决定的。那么调光的对单灯控制到单灯这个调光，除了 DMX 以外，还有一个方式就是
达利实际上在别墅的、在办公室的控制应用也比较多，就是我对每一个呃办公室的每一个灯，我可以是不同的亮度，就是每一个工位上面我的亮度可以不一样。那么达利的它与 DMX 的区别在哪里呢？就是第一，它的速率非常慢，它的速率很慢。第二，它的这个是有反馈的，它可以读到每一个灯具上面的这个 DMX 驱动器的当前的亮度，或者是有没有故障，它是可以读取这个状态的。那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没有，它这个达利信号线是无极性，它没有正负之分的，你可以随便接，没有正反，这个接线其实比较方便。那我们的这个达利的这个模块就是 MP 杠达利64，它是可以带64个达利地址，它的场景是16个场景，这个实际上也是达利协议本身决定的，就是它每一个驱动的里面的这个达利的场景最多就是16个。那我也可以通过面板或者触摸屏来调用这个场景，就是一键调用一个场景，然后让这些达利的灯具同时执行，这个也是可以的。那么达利呢，还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我这个每一个灯上面的达利的驱动器如果是不能通讯或者是故障了，那么你实际上是没法知道这个它当时它设置的是哪一个达利地址。那么你如果后期想要替换的话，那你就可能需要一个个的尝试了，就1到64你要尝试了。所以说对达利的这个项目，做好竣工图是非常有必要。这个实际上是我们给一个机场的高杆灯，原设计是要达利控制，然后我们给它做的一个方案，因为这个总控离高杆是距离比较远，所以我们采用光纤转换。光纤转换最左边这个是光纤转换器，通过单模光纤，可以支持几十公里这个通讯。通过光纤转换器以后，通过光纤转换器转换成这个 MP 的微径总线，然后给我们的这个达利模块。那么达利模块输出的达利信号直接到灯上面的这个达利驱动器。这是一个这是一个配电亭类的一个设备了，就是相当于就是配电箱的。配电箱里面有总的3项交流的这个总公开的径线。这个3项的径线实际上是给这个高杆灯的几十个灯的供电，强电供电的。对于整个一个体育场馆的一个灯光控制，那我们可以给甲方或者给客户提供什么样的一个软件？这个软件界面是什么样子的？它的功能是什么样子？那我们这边就是介绍一下这个软件。这个是以我们做过的一个项目，就是中国品牌的化妆品花西子，它在西湖边的一个旗舰店，我们给它做的一个触摸屏的一个界面。实际上这里可以看到，就是采用触摸屏呢，我可以把整个项目的一个 CAD 图或者是一个内装效果图作为一个背景图案导入这个我们的软件，作为一个软件的背景。然后呢，这个在上面可以布置一些灯，像这个圆绿的或者灰的圆点，这是一个灯了，或者是一个回路了，灯光回路，可以把它布置的这个按照实际的分布布置在这个平面图上面。那么你看左边这个有些灯是绿色，表示这个灯是正在打开状态。那么右边它是变成灰色，比如说我们把这个灯关掉了。那这个触摸屏，交给甲方之后呢，它这个日常这个旗舰店运营的这个运营方呢，它实际上就可以直接使用了，因为这个就是所见即所得。
直接可以很直观的，直接可以操作的，都不需要培训的，而且通过这个软件界面，可以直观的看到当前哪些灯是亮着，哪些灯是关着。那除了这个对单个回路的控制以外，还可以对某一个区域，比方说左边这个图，1楼的零售区，我可以进行一个全开、全关的一个场景控制，也可以点击那个单控这个按钮进入一个就刚才那个页面，上一个页面的一个每一个回路的单独的控制都可以。这里是把这个1楼的这个区域上划分了零售区，还有办公的，还有入口大门，还有骑楼，划分了几个区域。当然，我也可以右上角这个大的全开全关是对整个1楼的一个场景控制。那么右边这个图片呢，实际上是对1楼进入大厅以后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背景墙，这个背景墙是一个动态效果的动态效果背景墙，我可以对它的电源，就是我们叫白纸柜，对这个白纸柜的这个电源进行通断控制，也可以切换它不同的效果。除了控制面板、触摸屏、电脑控制以外，有时候甲方会希望有更灵活的方式，比方说 iPad 或者是苹果的这个苹果 Pad 或者是鸿蒙的这种平板电脑或者手机，能够通过手机 APP 来控制整个体育场馆的或者是整个足球场的灯光。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用到这个iPad 的这个控制接口模块了。我们可以把它称为这个叫 MP-Home CP，这个我们的一个智能主机。这个智能项目上做的时候呢，我们是把这个智能主机是放在配电箱里面，因为要给它供电嘛，给它供5伏的电。然后呢，它需要跟这个我们的模块，像继电器模块啊、跳光模块，它需要跟继电器模块之间有一个 MP 微晶总线的连接。然后除此之外，它上面有一个局域网的网口 LAN 口，这个实际上是需要一个带水晶头的网络线，一端是插在项目的无线路由器或者是交换机上面，另外一端插在我们这个智能主机上面。这样的话，用户的 APP 这个手机呢，通过 WiFi 能够连接到呃，就是它的无线网络 WiFi 无线网络和它的有线的这个局域网交换机，这个之间要能够开通或者能够拼通，这个实际上是要由这个体育场馆的本身的这个 IT 来完成这个任务的，就是或者叫弱电，他们来实现这个功能。就是你要在无线网络和它的局域网络之间本身要能够通，这样的话，它打开这个 Pad 之后呢，就能够访问到我们的这个智能主机，然后就能够直接搜索到我们这个灯光网络上面的模块有多少回路啊，这些也可以进行一些编辑。这个是我们 APP 的一个界面，最左边是这个不同的控制类型，除了灯光、窗帘、背景音乐、安防等，我们还有空调器控制啊等等。这是一个总的界面。那么点击智能灯光以后，那么第二个图片上面4个回路是调光模块的搜索出来的这个4个回路，下面是开关回路。实际上就是可以自动识别这个我们这个灯光网络上面有多少个模块，每一个模块是调光还是开关，多少回路都能够自动识别。区域管理呢，这个实际上是对于一个综合型的体育场馆，它有很多区域，我每一个区域我都可以建一个自己可以自建，
就是我点右边的加号可以新建一个区域。比方说这个网球场，我建好以后，那么就第4个图片的这个网球场的相关的场景按钮，全开、全关、训练模式、比赛1、比赛2、比赛3等等，你都可以自己定义的。这个场景按钮这个对应的场景实际上是跟我们实际的模块的场景是对应的。它按下去以后，它只是发送出去调用相应的场景。作业背这张图呢是一个自定义的一个界面，就是我们允许自定义。对于不同的区域，用户实际上可以上传自己的图片作为一个背景。比方说，我是一个这个足球场的高杆的，那我可以上传一个高杆的足球场的图片，然后上面是高杆足球场图片，下面就是对应的场景按钮。然后我还可以再上传一个网球场的图片，下面是网球场的对应的场景按钮。那实际上我可以支持很多个不同区域，我可以左滑右滑，可以通过滑动来切换这个区域来进行控制。当然，这个 APP 只是我们其中之一的APP，我们还有其他的不同的功能的 APP，这个是主要看用户的需求是什么样。在实际的这个项目中或者设计中，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些改造项目。那么对于改造项目呢，因为原先这个，比方说一个足球场，它有4个高杆，那么我们当然是希望我尽量不要去开挖地面，不要去埋设地下再埋设管线，因为还要涉及到这个原先有些管线你也不能碰到。那这个情况下，我们用无线的方式就比较方便。它主要原理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在每一个配电箱里面有一个 MP 微晶的这个4G 的网关，然后还有这个调光模块或者是继电器模块。如果我只是要开关控制的话，那我只要一个继电器模块就可以了。如果我这个高杆需要0到10伏调光的话，那我实际上是要放一个0到10伏调光模块。如果我是要 DMX 调光的话，我实际上要放一个 DMX 的调光模块。就是我除了4G 网关以外，剩下的这个控制模块是根据你的需求来选。那么这个配电箱上电以后，这个4G 网关 MP 微晶的4G 网关，它会自动连接到我们这个微晶的云服务器，会自动连接。连接好之后呢，我可以通过这个电脑啊，或者通过手机啊，我就可以发送相应的指令来查询。比方说，我想查询当前的这个是哪个场景，我也可以发送指令，我把它切换成全开、全关或者是什么某种模式都可以。那这个改造就比较简单，实际上我只要动这个配电箱里面的这一部分东西就可以了，不需要开挖。这个就是对于4个高杆的做法了，这个一个具体化的一个做法。实际上是每一个高杆配一个照明配电箱，里面放上4G 网关加模块，然后这些都是分别与云端的 MP 微晶的云端服务器连接。那我在总控室里面呢，我也是通过一个4G 网关，跟云端服务器连接，然后再配一个智能主机，那我就可以通过刚才那个 APP，来控制，或者来搜索模块呀，来进行这个场景编辑啊，都可以实现。当然也有说我不要4G 网关，我只要一个手机，那我们就可以采用另外一种这个 APP，那你就不需要4G 网关，你手机直接能上网嘛，那手机直接可以控，手机里面的这个 APP 直接连到 MP 微晶云端服务器，就可以直接控制现场的灯光。这个项目上也有这样做。这个也是，这个实际上是通过电脑软件，连接4G 网关，来与现场的这个配电箱里面的模块进行这个通讯。这个也有一些项目，像广州的一个改造的项目，它没有任何的控制信号线给你，
而且它的总控室和这个现场的之间这个距离比较远，那我们通过4G 网关进行一个双向通信来实现控制，也非常稳定。舞台秀这个是现在一些比较我们做过一些国家体育场馆，像坦桑尼亚的国家体育场馆，像这个乌兹别克斯坦的国家体育场馆，像这个三亚的体育馆，还有一些这个比方说浙江衢州的这个体育中心的，他们都需要呃除了正常比赛之外，它还有一个给这个群众一个娱乐的一个效果，就是它可能它不是用来比赛的，它是搞一个演唱会的。那么为了活跃气氛呢，它需要一个声光电的联动，会有一个动态效果，一个变色的或者变图案的一些气氛比较热烈的一个效果。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采用舞台秀。那么常规的舞台秀的做法呢，他们都是采用一个比较笨重的，而且比较昂贵的一个舞台控台，然后直接发送 DMX 的这个信号到现场的这个灯具去控制这个灯具或者控制一些舞台灯啊之类的。那么这个实际上是有些问题，因为 DMX 它这个信号本身它的速率比较快嘛，50K，所以它注定它跑不远，它一般就是理想状况150米，当然就是稳妥一点是100米之内，就只能跑100米。所以跟我们那个局域网的那个10兆100兆一样，10兆100兆我可以大量的吞吐数据，但是它一样的跑不远，你一般局域网也就100米。那么为了解决这个距离问题呢，我们实际上采用了光纤，通过光纤转换器，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信号可以传输到10公里、几十公里，而且能够保证这个信号的完整。所以我们为了解决这个灯光的动态控制的一个问题，我们有一个灯光主控器，就是最左边这个 MPCP-1024。那么经过光纤转换以后，就到现场的一个控制器，然后呃，为了跟音乐的同步，我们有一个音视频的控制器。这个音视频控制器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那个主机啦，刚才那个一个智能主机。它这个智能主机呢是可以输出音视频，然后跟这个我们这个动态灯光一起来同步的这个播放的。那虽然我们舞台秀的我们那个控制器啊，就刚才那个灯光的控制器，它输出的是标准的 DMX 512协议，所以它可以控制任何类型的512的设备，包括什么呢？包括这个比赛的一些灯，这不是512的嘛？咱们有512驱动器嘛？当然也可以包括一些 RGB 的灯具，可以变色，还可以包括一些就是舞台的摇头灯，图案灯，它可以上下摇头啊，可以这个聚光啊，或者可以变换不同图案啊，这个实际上都是由512来控制的。除了舞台的那个 DMX 灯具以外，我们实际上还可以控制一些这个激光灯，因为激光灯是可以打不同的图案，经过编程以后可以打不同的图案、不同的颜色，或者出现不同的效果，这个我们也可以把它纳入进来，统一由我们的这个舞台秀的系统来控制。这个我们的这个舞台秀的音视频控制器输出呢，输出的实际上是一个 HDMI 信号。HDMI 信号，这个信号是要给这个体育场馆本身的一个就是这个音响系统。那么这两个之间的距离可能有些会比较远，100-200米都有可能。那么这个做法呢，是我们是把它先转成光纤，然后
通过光纤来传递。这个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做过的一个，比方说新疆体育馆，就是这样做的，可以通过光纤转换。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距离就没有限制了。这个是电脑的软件，就是常规照明就是比赛的一些东西。灯光秀呢，点击之后就是右边这个出现右边这个菜单，就是我可以是一个视频播放视频的一个不同的视频的切换，或者是不同的音乐的切换，也可以对这个音乐进行一个播放、暂停、停止的操作。那这个是非洲坦桑尼亚国家体育馆的这个一个实际的一个软件界面了。那实际上，由于这个甲方或者是项目这个需求不同，那么会有不同的产品，我们会有不同的产品来跟它匹配。那么接下来这个产品呢，也是一个我们把它叫做智能单体，就是它把所有的功能全集中在一起，一个产品搞定。这个实际上是就是一个4G 的智能面板。对于有些场合，比方说我这个是一个改造的项目，我是一个学校的改造项目，我希望只要改动这个把原先的面板跷跷板去掉，换上这个新的这个4G 的智能面板，那么改造就完成了，就 OK 了，不需要动其他任何东西。那这个改造非常简单，当然也可以，比方说我要把这个面板装在这个高杆灯的这个控制箱里面，呃，然后实现改造，这也可以。那我们这个开发这个智能这个4G 面板的初衷，就是或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对于很多用户来说，他这个想到这个智能系统就头比较大，就觉得太复杂。因为它为什么呢？它需要一些主机，比方说一些智能家居，它需要智能主机，然后呢，它需要布线，有些呢可能还需要信号线，然后做调试的时候你还需要电脑，或者你需要一个手机 APP，它要去安装 APP，要有一定的编程的基础才行，或者我这个有些必须要先跟这个家里面的这个 WiFi 那个打通，就是它需要一定的专业的一些技能在里面。所以说，有些客户呢想到这些比较复杂的这些问题呢，就有点这个退却了。那实际上，这个我们开发的这个4G 智能面板的，就是要打消这些顾虑，就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不需要。你只要能够微信扫码，能知道微信扫码付款，那么你就能用我们的产品，因为我们也只需要你用微信扫码就可以控制灯光。也就是说，我们的面板上面会有一个二维码，那你微信扫这个二维码之后，它就会弹出一个登录这个界面，你填好你的手机号码，然后获取验证码以后，输入验证码，验证码通过之后，你就可以控制这个4G 面板的这个灯光了，就这么简单的。后面是一些我们 MPV 金系统一些应用案例，包括一些酒店的，包括一些餐厅的，或者一些夜景灯光项目的，一些体育场馆的，还有智能家居的等等。这个是我们在中东卡塔尔做的一个项目，是前年的世界杯的主场地。这个现在目前还是卡塔尔的最高建筑吧，地标。这个是卡塔尔王室的火炬塔酒店，这个160间套房里面的灯光控制是采用我们的系统。
我们MPV 金的产品这个稳定性是得到业界就是客户的一致公认，实际上是质量是已经是跟进口的飞利浦啊这些产品的质量可以相媲美，然后我们性价比比较高，呃，然后针对不同的应用领域，我们会有不同的解决方案，或者甚至是不同的这个产品、智能产品来帮客户解决问题。